国家德比，巴塞罗那提前3轮夺冠，2-0战胜皇马，这也是巴萨队史第29次联赛夺冠。今天由于亚马尔的受伤，排出的阵容拉什福德在右边，菲尔明洛佩斯在左边，中间奥尔莫，前面是费兰托雷斯，后腰终于用上了加维搭配佩德里。后防线方面，库巴西和赫拉德马丁，左边坎塞洛，右边埃里克加西亚。而皇马由于姆巴佩拒绝出战，那么只能贡萨洛加西亚打中锋，左边维尼修斯，右边布拉辛迪亚斯，中间贝林厄姆，后腰楚阿梅尼和卡马文加，中后卫吕迪格搭档劳尔阿森西奥，左边弗兰加西亚，右边阿诺德。这个出场名单一看完就感觉皇马没戏啊！场上的卡马文加、劳尔阿森西奥、贡萨洛加西亚、弗兰加西亚，这都什么人？这样的球员在国家德比上用上来，只能彰显皇马的水平下降是肉眼可见。比赛中是拉什福德首开纪录，开场仅9分钟，直接任意球就直挂死角。要说咱们拉什福德呀，随后的比赛你随便怎么踢，只要能够首开纪录，那就是首攻。而仅9分钟后的第18分钟，奥尔莫上演了助攻，费兰加西亚前插禁区，停球破门。这个球奥尔莫的插上和反越位非常漂亮，插入禁区后用不标准的后脚跟把球磕给队友。于是这一场比赛，尤其是上半场，双方球员的动作越来越大，非常激烈。于是这场比赛，尤其是下半场，双方球员的动作越来越大，非常激烈。但是能看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皇马的球员是越来越没有斗志，也不知道是不是想留力，回到更衣室还有一场架要打吗？皇马真的太客气了，在客场对阵巴塞罗那对手赢了就是冠军，竟然皇马球员一点斗志都没有。双方只是默契的假模假样搞了点小冲突，以免的观众们直接睡着。现在没办法接过了曼联综艺流量王的称号，皇马现在的场下比场上要好看，更衣室的强度要比球场上要高，所以今天也算是很久没有见过最烂的一届皇马的表现，简直是下游皇马的水平。就觉得发挥最好还是火热复出的库尔图除了他呀，其他都不怎么样。阿诺德还可以。至于替补上来的马斯坦托诺小将，他的 first touch 触球连贯性太差，速度对抗等都很一般。队友们给马斯坦托诺传球，直接相当于把球给对手。所以我觉得这小将斗志是挺强，但技术方面确实缺乏水平。最早阿隆索在的时候是一直用他，给了许多机会。但是看的皇马球迷是看一场骂一场，现在阿维罗亚来了，机会也没有了，他也不知道在训练当中好好磨练自己，这好不容易有了11分钟的上场发挥时间，就这水平你还怎么在皇马踢球？朋友们，夏天要来啦，世界杯也要来了。这2天多伦多方面由于梅西的迈阿密国际来了，多伦多的足坛也挺热闹，还搞了元老赛。老 K 的儿子过去的主教练，曾经效力于红星队的门将，也参加了这次元老赛。所以足球不仅属于5大联赛，也属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未来的节目当中，老 K 也会适度的加入一些对中超的报道。喜欢或者反对都欢迎您在留言区评论，也欢迎您订阅，别忘了点上小铃铛上的全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了。咱们继续。今天的维尼修斯也没有办法，在场上虽然是队长，仍然是前场施压他不参与，防守也不参与。比赛嘛，国家德比，自己加上队友的水平跟巴塞罗那的差距又大。赛前主裁判专门提醒维尼修斯，你要带头冷静冷静。可维尼修斯仍然在下半场和巴萨球员发生了冲突，虽然输了球，而且这场输球直接送巴萨拿到冠军，但是半场0-2落后的时候，维尼修斯仍然不依不饶向巴萨球迷比出了一个手势，意思是我皇马有15个欧冠冠军。但是也正是上半场，维尼修斯基本没有制造过什么机会，刚开场还有过一次内切射门，但打得也很正。最近关于他，巴萨的前主席巴托梅乌也透露过，当时在维尼修斯加盟皇马之前，巴塞罗那曾经非常接近签下他，甚至巴萨已经和维尼修斯达成了协议，和他的家人、经纪人也都沟通了，一切进展很顺利。可随后皇马出现了，皇马或许给出了更高的报价。想一想，如今成为皇马头牌的维尼修斯，当年差一点就穿上了巴萨球衣，这件事情会不会让如今的西甲局势有所不同呢？那么皇马到底是会少一些欧冠冠军，还是多一些呢？
现在由于他跟皇马的续约问题，据说曼城正在密切关注，准备加入对他潜在的转会竞争。维尼的合同2027年6月就会到期，关于他未来的讨论和传闻依然不断。今天皇马的球迷也没什么心情一个个骂过来，但是卡马文加必须点一点，他是中场唯一有存在感的人。进攻方面表现还行，防守老毛病，只能拦截一下，出球也不行，跑位也不跑，在中场和后卫之间直接皇马就断层，根本没有看到卡马文加保护中后卫。本来阿森西奥就一直被对面带出防守范围，而卡马文加看也不看，依旧像个站桩一样，抢个球动作又脏，喜欢吃牌，他的这种存在感完全体现在脏方面。所以总体来说很平淡的一场比赛，巴萨在2-0之后，两边都在等着下班，真是早内心深处都鸣金收兵了。比赛20分钟以后真是非常难看，而皇马要我总结的话，一句话球不会踢也就算了，打架都不会打的吗？大家对皇马现在的兴趣都聚焦在皇马更衣室又没有直播员，能不能共享一个？所以自此拉什福德斩获了个人首座顶级联赛冠军。是的，他在曼联从来没有拿过联赛冠军，但是他倒是比姆巴佩更早拿到了西甲联赛的冠军。所以说平台很重要而总体上国家德比，巴萨的胜场达到了106场，皇马取胜也是106场，双方还有52场平局。这也是西甲历史上第2次有球队在面对皇马的比赛后就正式加冕联赛冠军，上一次还是1977年的马德里竞技。而弗里克执教巴萨的前2个赛季都能拿到西甲冠军，已经成为队史第6人。巴塞罗那呢，西甲主场18连胜，创造历史，这也是他们第一次通过国家德比就直接加冕联赛冠军。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边后卫坎塞洛，自此成为了第一个获得5大联赛中4个联赛冠军的球员。今天上半场2-0领先那个球，进球发生之后我们看到场边的亚马尔激动的庆祝。虽然由于伤病没能进入比赛名单，但是他也非常的兴奋，在替补席激情的挥拳庆祝。亚马尔18岁10个月，已经成为西甲历史上最年轻3夺联赛冠军的球员，甚至亚马尔的西甲冠军已经比 C 罗都多了，这才只有18岁，厉不厉害？现在的巴塞罗那自2013年以来首次在国家德比中首发就只有2位外籍球员，而且是坎塞洛和拉什福德都是临时来的，其余首发阵容是9名西班牙本土球员。那如果是上的巴尔德和亚马尔，就整整是一支西班牙国家队可是我们要记住，首开纪录的也是英格兰球员拉什福德。接下来咱们就等待消息吧，看立了这么大的功，能不能最后被巴塞罗那留下。那么今天直播阿森纳对西汉姆联这一场球，阿森纳现在是不容有失，每一场必须拿到3分，否则很快就会被曼城追上来。而西汉姆联呢，他们在保级大战中已经落后于热刺，在英超已经陷入降级区，只剩3轮，差热刺1分。而托特纳姆热刺明天将对阵利兹联，谁也不知道热刺能不能最后的比赛全部都取胜。所以今天这场球直接来讲，关系到阿森纳和曼城，也关系到热刺和西汉姆联的切身利益。老 K 也感谢来到了 YouTube 直播看我节目，大家一起互相陪伴。今天的比赛特别到了最后异常精彩。上半场前10分钟，西汉姆联攻势极猛，但球员的素质基本的质量太差，于是前30分钟总的来说还是阿森纳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上半场最后15分钟，西汉姆联掀起了反击，尤其是下半场，咱们的中场球员葡萄牙的小将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他在下半场拿到了一次2过1之后的单刀机会，独自带球杀入禁区，身边没有一个防守球员，已经到了小禁区内，离门将只有1米，但毕竟是中场球员，单刀都不知道怎么踢了。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这个单刀不进，直接改变了4支球队的命运。老 K 当时在直播里看的气的大拍桌子，命运的齿轮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转动。抛开各位球迷的立场不谈，这个单刀的处理确实不是人有可能一脚最后让西汉姆联给降级。但是首先这单刀是他自己和队友创造出来的，而且除了这个球之外，他其他的表现，防守进攻一手抓。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他的偶像是国家队的大逼哥，一直非常希望能够跟 B 费在国家队和俱乐部层面并肩作战，所以他的潜力是有的，只有21岁，
过去一段时间，在足球经理游戏里面，他也是最火的一个、最有潜力的小妖。今天的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在中场这块起码是踢得很好，只是到了禁区内也只是一个中场球员。所以从红魔曼联的角度来看，未必不是好事。如果西汉姆联降级，那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说不定就要来曼联了。可是我仍然不能够原谅他，单刀调整了半天，最后打不进。要说当时的 first touch 接球那一下处理得太好了，但对面也是门神拉雅，太沉稳，太冷静，一点破绽都不给。看清楚了，你是想打近角，拉雅才出的腿。费尔南德斯呀，把曼城球迷的肺都给气炸了。真的就是让冠军在一念之间产生了巨大变化。前年老 K 记得孙兴慜当时差点成为阿森纳的英雄，今年菲尔南德斯又差点成为曼城的英雄，历史重新再现。所以本场比赛从此刻开始，球迷的心情是从天堂到地狱，再到天堂，再到地狱。此时才刚刚第78分钟，可5分钟后，替补出场的阿森纳队长厄德高送出关键助攻。厄德高也是和队友打了个2过1，进入禁区之后first touch 和控球特别好，吸引了防守注意力之后，分了一个回头点，中路的特罗萨德迎球扫射，终于迎来了阿森纳首开纪录的进球。当时阿尔特塔和阿森纳的球员们还有球迷们早就已经急坏了。83分钟的这个进球让阿森纳继续掌握了争冠的主动权。可是到了下半场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刚刚上场不久的威尔逊为西汉姆联队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当时一时之间谁都没看清球到底进没进。可是球员们纷纷表示，包括主裁判也表示，这球是进了之后才被阿森纳的球员捞了出来。但随后阿森纳的球员们纷纷抗议，有的抗议手球，有的抗议这的那的。此时视频开始回放，在回放中老 K 看清楚了确实西汉姆联的替补中锋巴勃罗对门将大卫拉亚有一个犯规，左手的手肘是一直挡住了拉亚的喉咙。这时候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所有的人，尤其是那4个队的球迷们，都在等待着 VAR 裁判的判罚。可 VAR 裁判也不敢做主，只是让主裁判再来看一看。等到主裁判反复观看回放，宣布巴勃罗犯规，比分重新变成0-1。所以这场比赛在极限的情况下多重反转，最终还是阿森纳以胜利告终，枪手也就此继续把握住了自己争冠的命运。但西汉姆联成为最惨的一个，他们距离降级的深渊越来越近，只能期盼明天热刺千万要输球。一场1-0的比赛却如此的跌宕起伏，4个球队都站在各自争冠和保级的关键节点，最后阶段的那么多瞬间更是十分的抓马，甚至成为许多人看球这么多年来最紧张、心跳最快的一次。毕竟阿森纳已经22年没有拿到英超冠军了，这22年足以让一个少年成为中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最后主裁判的宣布，阿森纳的球迷是心悬在半空因为本赛季初这么多的挤地铁战术都是在挤压门将，都没有判。不过客观说，老 K 在直播时候也讲，客观讲你挤地铁是挤地铁，但是抢方向盘就太过分了。一个背后拉球衣，一个拿手死死的压住门将拉亚。看到裁判最后的判罚，热刺球迷和阿森纳球迷，这原本是死敌的北伦敦对手的双方球迷紧紧拥抱在一起。裁判你判的对。可一边的曼城球迷和西汉姆联球迷就蜷缩在一起互相安慰，只能流眼泪。当时阿森纳球迷在看到1-1被逼平之后气得都快哭了，许多人都想砸电视，因为这个赛季已经好几次了，桑德兰和狼队那2场也是被绝平，各种画面历历在目，各种气人的感觉当时全都回来了。难道阿森纳就不配夺冠吗？难道这个赛季阿森纳又要凉了吗？正当部分阿森纳球迷准备关电视睡觉，却看到球员的投诉让裁判似乎产生了犹豫。一到慢镜头回放，阿森纳球迷各种放心100%的犯规动作，100%的犯规动作。现在这场球终于赢下来，最后的3场阿森纳加油吧，关关难过关关过。老 K 也很庆幸，虽说不是阿森纳球迷，但本赛季至今一直没有淡忘过这么多期节目对枪迷们一直有的承诺。我一直看好阿森纳今年就会夺冠，而且甚至还会冲击欧冠冠军，对吧？这话老 K 说过很多次了。
今天在直播中，哪怕70多分钟还是0-0，老 K 还是反复在说，就我场上的形势看了又看，仍然觉得阿森纳本场比赛赢球的概率超过70%。这个原因呢没有别的，只是觉得西汉姆联球员确实质量太差。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你没打进的那个球，真让老 K 给说对了。这一个面对拉亚的单刀，预期进球值已经达到了 0.77， 可是费尔南德斯竟然射丢。所以看了几十年足球，有些老话真的有道理。当你错过了一次必进的机会，那么你很可能离输球就近了一步。不过对阿森纳来说，仍然美中不足的是，上半场本怀特在没有什么冲撞的情况下受伤，而且看起来很可能是重伤。赛后他在右膝佩戴了护具的情况下离开了体育场。主教练阿尔特塔赛后采访也直言，本怀特的情况不太妙，要等到周一他才能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虽然他已经回归了英格兰队，但世界杯多半又选了。过去的比赛真是每看一场都有一些球星出现严重伤病，正在告别他们心念已久整整4年的世界杯赛场。而同期今天的拉亚表现神勇，再度零封，独享本赛季的金手套奖。自从加盟阿森纳以来，他已经连续3个赛季赢得了金手套奖，本赛季更是已经完成了18场零封。我们看看统计同期以来拉亚的零封次数高于第2名皮克福德11场，拉亚这3年多是47场零封，皮克福德是36场。特别是今天1对1单刀情况下，那一个最佳扑救冠军之扑，谁在说我们拉亚的金手套是靠队友啊？还有当时拉亚来阿森纳的时候，那个时候阿森纳主力门将拉姆斯戴尔也没有犯错，却成了球队前进的牺牲品，要拉亚他就只能走人。没有办法，实力不够球员就自动靠边站。因为百舸争流，不进则退，球队是容不得任何一个位置不是最顶级的水准。这件事情在曼城身上同样如此。那么阿森纳近3场联赛的全胜，也是目前英超现存的最长连胜。多赛一轮的他们已经领先曼城5分。对了，多说一句，曼城那个剃发哥，由于曼城打平，这头发又剪不了了。另一方面，老 K 其实挺同情西汉姆联的主教练努诺，特别在最后1-1绝平的时候，当大家都在看回放，看那个球有没有犯规的时候，努诺的眼神真的让人难忘，真的让人怜惜。赛后他说，我们踢出了一场很好的比赛，充满能量，充满信念以及比赛中的强度，但最终没能拿到想要我们也需要的结果，这让人失望。比赛最后以那样的方式结束，同样让人沮丧。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努力做出了回应，拼到了最后1秒。最后阶段那个争议的判罚，我还没有通过回放完整的看清那些画面并进行分析，但问题在于过去几个赛季的判罚始终缺乏一致性，像拉扯阻挡抱人这样的动作，如今到底允许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些失去了对什么是犯规什么不是犯规的清晰界定。以前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判罚，这也是让我感到不满的地方。问题就在于缺乏一致性，到底什么动作被允许，什么动作不被允许，这件事儿应该被明确下来。而我们的保级前景会非常困难。现在主动权已经不在我们西汉姆联手里，但我们会继续为此而战的。我们代表着一家伟大的俱乐部，而在最后的2场比赛里，我们会全力以赴，这是我们的义务。是的，努诺说的也有道理，因为在回放中我们也能看到，像阿森纳的球员赖斯是吧，已经把对方的球员抱在怀里。但我们也都知道，现在的英超这种都不算犯规。而阿森纳阿尔特塔确实配得上胜利，因为阿尔特塔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就是在下半场没有让马丁内利替补上场，而是选择让特罗萨德打满全场。果然也就是特罗萨德在关键时刻体现了极为可靠的射术。另外还有中后卫萨里巴，本场他是98次触球，99%的传球成功率这么高的传球成功率很久没见到过了。而且还有3次长传全部成功，5次解围，3次铲断，4次对抗成功。现在数据上看，阿森纳现在已经有84%的几率问鼎英超，这也很可能是他们03到04赛季以来的首个联赛冠军。好的，比赛已经结束，但余音远远未了。许多网友翻出了本赛季另一次争议判罚，那还是去年的8月17日，阿森纳1-0战胜曼联的比赛中，当时阿森纳的后卫萨里巴的胳膊对曼联门将巴因迪尔形成了干扰。
可是阿森纳卡拉菲奥里的进球仍然被认定有效。但现在这样比较起来，许多人认为这两次判罚的尺度完全不一致。哈哈，今天在英国热闹到什么程度呢？连英超的裁判公司都已经被骂上热门了。不少人都听了西汉姆联球员中场绍切克的发言。绍切克说：“我并不觉得那是犯规，那可能是点球，也可能是犯规，也可能只是一次很小的身体接触。这种情况就像阿森纳每场比赛都会做的一样，有很多的挡拆，他们也有很多小犯规。可现在突然之间，阿森纳需要这个冠军，于是他们就赢下了比赛。所以对于足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时刻。而且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所有球迷来说，我们想看到进球，我们想看到庆祝，而不是为了一个小犯规等上10分钟。所以我们对此感到失望。哈哈哈哈！此时此刻呀，其实曼城球迷都失望的回家睡觉了，倒是兴奋的阿森纳球迷到处在各个地方发贴图那个球确实是你们西汉姆联犯规了，你看这个图，你看这个图。嘿嘿，没说的，老 K 认为足球就是这样，没有争议，那还是足球吗？关键时候喧嚣之中，我倒觉得呀，罗伊·基恩的评论挺有意思。他说，有一点咱们要肯定的是当 VAR 会检查所有细节的时候，你作为球员就绝对不要对门将上手，更别说还持续的把手放在他身上3-4秒钟。禁区里当然会有各种身体接触，但因为门将在这次进攻里起到关键作用，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犯规。最后的那个争议瞬间，你有时候确实也需要一点运气，而阿森纳他们得到了这种运气，同时他们也完成了零封。所以我觉得罗伊·基恩的思维方式跟老 K 就很像。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谁抱怨也改变不了任何事，能做的只有球员一定要从里面学到什么。所有的思维方式都是为了让自己以后的比赛中能够更多的获利，这才是根本。好，球员方面，阿森纳这边首攻特罗萨德，在80多分钟仍然打不开僵局的情况下，当时阿尔特塔的肢体语言我们都看到了，可是特罗萨德他站了出来。虽然近期状态很差，但关键时候还是特罗萨德站了出来，而且全场比赛他的表现都很亮眼，不仅进可攻，作为左边锋还回到过右后卫的位置，挡住了对方的射门。西汉姆联整整守了一整场，却被特罗萨德的一脚射门打破僵局。这个球跟曼城那年欧冠决赛罗德里的那脚推杆射门真的很像，所以阿森纳如果最后拿到英超冠军，他们配得上，特罗萨德配得上。最近特罗萨德似乎遭遇了婚变，妻子在社交媒体删除了他的照片，还摘除了婚戒，好像是要离婚。这件事儿是太阳报爆出来的。在私生活这一面，我们一向相信太阳报的专业水准。31岁的特罗萨德头发早就白了，有时候侧面很像是小号的范佩西，但也有点像90年代尤文图斯的球星拉瓦内利。这个金子般的进球也让特罗萨德连续3个赛季在客场打西汉姆联他都能破门，并且特罗萨德还结束了自己在阿森纳连续25场的进球荒。数据方面，他上个赛季在英超8个进球7个助攻，本赛季至今只有6个进球6个助攻。可无奈阿森纳另一位球员马丁内利的状态更差，特罗萨德很有可能今年夏天会离开阿森纳，但希望所有的枪迷都能记住他今天，记住他过去对阿森纳兵工厂的巨大贡献。那么咱们也临时开心一下，看一看又一个失恋的体育生的故事。照片中我总觉得特罗萨德和他的老婆很有夫妻相，包括2个小孩实在是太像特罗萨德了。可尽管他在阿森纳赛场上取得成功，如今个人生活却陷入困境。目前特罗萨德和他的妻子希尔文都没有对外界对他们婚姻的猜测公开发表过评论，只是妻子既然在社媒上删除2人的合照，也删除婚礼的照片，还删除了跟他们关系有关的所有帖子，那么我们也大概能够明白，特罗萨德之所以状态一度低迷，过去那段时间真的是跟他回到家里睡不上老婆的热炕头密切相关呀。他的老婆希尔文金发，此前经常在社媒上展示2人的幸福生活，定期向3.5万名粉丝要发布2人的甜蜜合照。可这一次删除的帖子中，甚至包括了2018年6月当时特罗萨德求婚时的一张照片。他们2人是2019年结婚，下个月本应该迎来相恋13周年。遗憾呀，18岁就在一起的一对育人，真心相爱这么多年，好遗憾，好惋惜，让我想起过去卡卡和他的前妻，也是都曾经被称赞为金童玉女，结果还是离婚了。
目前看，今年不管阿森纳能不能拿到冠军，夏天像特罗萨德、本怀特、马丁内利、斯凯利、恩瓦内利都有可能被出售。其中青训球员的出售还会被视为纯利润，会对阿森纳俱乐部的财务报表帮助巨大。但现在随着斯凯利近期表现越来越惊艳，今天也是打满全场，所以阿森纳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虑斯凯利的未来定位。OK， 另一边西甲今天毕尔巴鄂竞技主场对瓦伦西亚，首发出战的尼克威廉斯却在第36分钟因为伤被自己的哥哥伊尼亚基威廉斯替换下场。23岁的尼克威廉斯本赛季是饱受伤病困扰，这也让大家想起去年夏天他本应加盟巴塞罗那，可是临到头了，最后放了巴萨的鸽子，这会不会是触了某种霉头？赛季至今他因伤缺席的天数已经达到85天，而这一次也许重伤很可能会失去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当时在受伤以后，他非常沮丧，嘴里不断地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要知道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剩下32天，尼克威廉斯的这次受伤让西班牙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过去他跟亚马尔两个年轻人一左一右，是西班牙队最锐利的两颗狼牙，所以这次打击对西班牙真的是太大了。还有像罗德里、卡瓦哈尔、亚马尔、梅里诺、巴里奥斯、穆尼奥斯、奥莫、罗迪翁，还有尼科。西班牙今年世界杯怎么这么多伤兵啊？ OK， 在今天的西班牙国家德比，在赛前，巴萨球迷给皇马施加了巨大压力。在皇马的大巴经过的时候，巴萨球迷疯狂地向他们投掷石头，这也导致皇马大巴的车门玻璃惨遭击碎。有趣的是，就在今天，巴萨球迷还将自己巴塞罗那的大巴也错认为是皇马的球队大巴，也曾经对巴塞罗那的大巴发起过攻击，也是投掷石头，真是有意思。这西班牙球迷老 K 真是看不懂，巴萨的大巴那么显眼，怎么会认错呢？所以比赛前的抽象程度已经比比赛本身更精彩。对了，巴萨球迷们对皇马现在更衣室的闹剧也有自己的看法。巴萨大多数球员都认为巴尔韦德才是主要的责任人，因为他过去一直历来就有输不起的习惯。许多球员都对巴尔韦德过往的粗暴作风和输不起的性格议论纷纷。比如在2023年4月，当时在伯纳乌停车场发生过一件事儿。当时效力于比利亚雷亚尔的巴埃纳曾经遭到了巴尔韦德袭击，而在欧冠附加赛首回合本菲卡和皇马的比赛中，巴尔韦德还挥拳击中过萨姆埃尔达尔，当时主裁判和 VAR 都没有给予处罚，所以小队长巴尔韦德的行事风格和楚阿梅尼鲜明对比。楚阿梅尼在比赛中拼抢积极，但是并没有像巴尔韦德、吕迪格等人多年累积的非体育行为记录。而今天赛前，姆巴佩跟库尔图瓦鲜明的对比。姆巴佩还参加了最后一次训练，但是在最后一次训练结束的5分钟前，他突然说自己大腿不舒服，随后在皇马所有人非常惊讶的目光中提前离场。在此之前，教练组一直保持很乐观的态度，训练也非常的顺利。姆巴佩在让大家看到了对阵巴萨拥有姆巴佩的希望，因为就是他对着巴塞罗那保持着每67分钟就能进一球的惊人效率。还有这场国家德比本来被视作姆巴佩跟部分皇马球迷和解的机会，此前他几次旅行的安排已经备受球迷质疑，部分球迷已经开始用放大镜看他的投入程度。周4、周5的训练，姆巴佩也很正常，此前的医学检查结果也让大家乐观，人们都认为他从右股直肌的肌肉伤势中已经恢复。但现在最后一次训练提前5分钟离场，最终落选比赛大名单，这已经让更衣室内的队友们极为不解。队里面曾经以为他可以首发，可以说皇马的队友们感到震惊。关键是他自己说腿部不舒服，可核磁共振显示却没有受伤。另外对比一下队长库尔图瓦的伤势也没有好透。为了打国家德比，他加快了自己的进度。他本也可以完全说我还没准备好，然后在下一轮再复出。你要知道，对门将来说，如果等到下一轮大概率能够零封，最多也就丢1个球，可是却选择对阵巴塞罗那的国家德比复出。这样的库尔图瓦是有担当的，尤其是考虑到世界杯马上就要来了，库尔图瓦这次选择了为皇马、为球队承担风险。还有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弗里克的父亲突然去世。61岁的弗里克跟自己父亲的感情非常深，
他甚至一直更愿意别人叫他汉西，因为这是他父亲对他的称呼。弗里克曾经回忆道：我非常感激父亲为我创造的一切，我也明白他当时想表达什么，但在那段时间里并不总是很容易。在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往往无法完全预判父亲在遭遇失望后会作何反应。是那种不确定性迫使弗里克培养出一种特殊的敏感度，学会了解读氛围，读懂他人的情绪和状态。所以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能力也最终被他带进了职业足球。今天的国家德比比赛前，双方列队为弗里克不久前离世的父亲默哀，这也是激烈的比赛不多的温情一刻。有趣的是，今天巴塞罗那还邀请了国际拳联的主席，还有超轻量级拳王马丁观看国家德比。许多人在猜测在皇马爆发了巴尔韦德和楚阿梅尼的拳击战斗之后，这是不是巴萨在用另一种方式影射和讽刺对方呢？另一方面，今天娱乐女明星奥利维亚·罗德里戈也因为和巴萨的合作成为了特邀嘉宾，巴塞罗那的球衣上也会印上美女的标志。那么在今天比赛进行当中因伤缺阵的姆巴佩在0-2落后的时候，在社交媒体晒出了看本场比赛转播的画面，还配文了一个阿拉马德的给皇马加油，可这时候已经0-2落后了，就不知道这时候你发这个有什么用。特别是这次临时说自己受伤，皇马的球迷多少对你都会有意见啦。好，迈阿密国际昨天来到了多伦多，梅西最后1个进球2个助攻，德保罗1个进球1个助攻，最终迈阿密国际4-2战胜了多伦多，赢得了客场4连胜。梅西代表球队的出场次数已经达到101场，上升到队史第7名。而今天不好的消息传来，过去梅西和马拉多纳的母队纽维尔老男孩已经宣布破产，欠款了3000万到3500万美元。阿根廷经济不好，好像连阿根廷国家都已经破产过好几次吧。而梅西刚刚才救活了一个美职联曾经倒数第1的球队迈阿密国际，帮老板贝克汉姆还完了债，又赚了一堆钱。咱们总不能要求梅西不管出什么事儿都由自己拿钱去拯救球队吧。另外，纽维尔老男孩这支队确实有问题。过去咱们皇马和大巴黎的门将纳瓦斯大家还记得，此前就传出纳瓦斯自己还花了几百万欧元非要跟纽维尔老男孩解约，当时他才加盟了不到6个月。现在39岁的纳瓦斯在墨西哥和美洲狮队刚刚续约到了2027年，到时候合同完了他已经40岁了。希望纳瓦斯在赛场上还能延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很久。OK， 上个周末 F1 的迈阿密大奖赛正式落幕。由于梅西来到了现场观赛，所以 F1 的官方社媒也晒出了梅西的照片。仅仅过了5天，这一张照片已经成为 F1 的账号历史上点赞最高的一条，可见咱们老板的热度。1400万次被浏览，35000次转发，还有367000个赞。老 K 就希望大家也不妨动动小手指帮老 K 多点一个赞，谢谢。好，利物浦这边有消息说已经致电了皇马，询问哈维·阿隆索能不能来接班我这边的斯洛特呀，专门了解了阿隆索在皇马时期的工作情况和所有的细节，为可能的换帅决定寻求背书。尽管1年前利物浦和皇马因为阿诺德的问题曾经非常紧张，但两家俱乐部依旧相互信任。最近利物浦已经不止一次打来电话问皇马，到底阿隆索行不行氛围集团口头上说不是说不换帅吗？所以这种事情老板说的如果都靠得住，那母猪也会上树。但是利物浦不要乐观，因为阿隆索是香饽饽。今天还有消息，切尔西队也和阿隆索进行了积极的会谈，阿隆索愿意接受切尔西的长远计划。当然，切尔西的换帅名单上也不止一个人，他们也在进行各种评估。好，轻松一下，曼城这边由于毕席尔瓦和斯通斯已经确定会离队，所以5月8日，斯通斯的妻子奥利维亚·斯通斯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派对的照片，这也是曼城球员举行的对毕席尔瓦和斯通斯的告别派对。毕席尔瓦希望在世界杯前能够敲定自己下赛季的未来，现在经纪人已经在开始关于转会的接洽。之前我们说过巴萨，现在包括尤文图斯等许多意大利球队也加入了对他的争夺。好，今天比赛还有大巴黎也1-0战胜了布雷斯特。马赛队闹了不少风波的马赛队客场1-0取胜勒阿弗尔，格林伍德还进了个点球。AC 米兰2-3输给亚特兰大。
罗马队客场3-2战胜了帕尔马。英超方面，诺丁汉森林1-1战平纽卡，森林队的安德森在88分钟绝平。水晶宫2-2战平埃弗顿。那么现在意甲方面，国际米兰已经夺冠，那不勒斯70分，尤文图斯68分 ，AC 米兰67分，罗马队67分，科莫队65分。最后的2轮，尤文、AC 米兰、罗马和科莫正在争夺欧冠区的席位。好的，那么巴塞罗那也夺冠了，阿森纳也近在咫尺。当然，曼城并没有放弃希望。朋友们喜欢的话，麻烦您点个赞，写个评论。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明天再见。